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食堂的故事。在夏日芬兰的某个街角，一家名为海鸥食堂的小餐馆开张了。店长是一位名为杏江的中年女子，她喜欢所有圆滚滚的东西，也喜欢吃圆滚滚的动物。身材矮小的杏江在当地女人眼里像是未成年的小孩一般。食堂已经开张1个月了，却没有接待过一个客人，这让过路的大妈都不免谈论。杏江对他们点头微笑，大妈们赶紧低头离开。又是没有客人的一天，杏江在店里困得直打瞌睡。就在这时，店里迎来了第一位客人，是一个喜欢日本文化的芬兰小伙托米。他用流利的日语点了一杯咖啡，杏江忍不住和他聊起了天。托米身上的 T 恤图案是科学小飞侠，杏江看到后忍不住唱了2句主题曲。托米便兴奋地询问他是否记得全部的歌词，可杏江只记得开头2句，后面的实在记不起来了。托米喝完咖啡后打算付钱离开，杏江却说他是本店的第一位客人，所以喝咖啡永远免费。在托米离开后，杏江还是满脑子想着那首歌，走路在想着，去书店看书的时候也在想着，却怎么也想不起下一句来。当他走到书店休息区的餐吧时，发现对面坐着一个女人正在看着日文书。杏江猜测她是日本人，于是走了过去，询问她是否知道小飞侠的歌词。女人名叫小绿，因为弟弟喜欢小飞侠，所以她能记下整首歌的歌词。写歌词的时候，2人忍不住一起唱了起来。杏江解开了心中的疑惑，便将自己寻找歌词的原因告诉了小绿。杏江询问小绿为何会来芬兰，小绿说因为自己想去远方旅行，所以打开世界地图，闭眼随便指了一个，刚好指到芬兰，所以就来了。没有计划，没有目的，也不知道要待多久。在听说小绿找不到预定的酒店后，杏江将她邀请到了自己的家中。至于为什么会邀请一个陌生人回家，杏江说因为能记下小飞侠歌词的人不会是坏人。晚饭时，小绿询问杏江为什么在芬兰开日本食堂，杏江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日本人和芬兰人都喜欢鲑鱼。第2天一早，杏江和小绿去开店，托米也来到了店里。在得知小绿帮忙写出小飞侠的歌词后，他兴奋地表示感谢。随后，小绿去景点观光，在观光结束后，他回到了店里，因为一直受杏江的照顾，他觉得过意不去，于是想在店里当免费的帮工。杏江同意了。第2天，好奇的大妈又看向了店里，寻思着这家店1个客人都没有，竟然有2个店员。晚上，杏江在练习着和气道。小绿很是担心店里的生意，他提议杏江到旅行册上打广告。杏江却认为这么做并不符合食堂的氛围，因为食堂不是餐厅。他希望每个进店的客人都能轻松舒适，也相信只要用心经营，总会有客人的。如果真的做不下去，那就到时候再说。第2天一早，店里来了一名男人，在喝了一口杏江做的咖啡后，他表示虽然好喝，但是可以更好喝。接着便反客为主地教杏江做更好喝的咖啡。其实步骤和平时一样，只是在冲泡前要念一句咒语。虽然看起来很不科学，可咖啡却真的变得好喝了。为了吸引顾客上门，小绿去买了当地人喜欢的食材，麋鹿肉、飞鱼、蟹虾等，打算将它们替换原来饭团里的梅子、鲑鱼和煎鱼。可经过试验，效果并不好，好像饭团无论到哪里都是原来的配料才更好吃。晚上，小绿让杏江教自己和气道，2人做着做着，杏江突然说道：“我们明天做肉桂卷吧。”于是他们一早准备好了材料，烤出来的肉桂卷喷香扑鼻。平时经过的3个大妈被香气吸引了，走进店里。在尝了肉桂卷后，他们成了店里的常客。有了一批客人，就会有下一批。只是这天，有2个奇怪的女人站在了玻璃前。杏江微笑着示意2人，其中一个愤怒的黑衣女人走开了，另外一个女人则是走进了店内。她叫正子，也是从日本来旅行的，却在转机的时候丢失了行李。在等待行李到来的这段时间，她每天都来海鸥食堂。看着忙碌且快乐的杏江和小绿，正子很是羡慕他们能做想做的事儿。杏江却表示自己只是不去做不想做的事罢了。正子听后很受启发，他不能总是穿着一件衣服，傻傻的等着行李来了再换吧。于是他走出食堂去买衣服。第2天，他穿着新衣服再次出现，杏江和小绿看到后都表示很适合他。就在几人谈笑间，那个总是站在门口的愤怒女人又来了。她看起来比前几次都要生气。她走进店里，点了一杯烈酒，并要求杏江陪自己喝。杏江拒绝了，他便看向了坐在一边的正子。正子点了点头，2人便一起喝了起来。可没几杯下肚，女人便晕了过去。店里的几个人帮着将她送了回家。这才知道，女人之所以每天都在生气，是因为与她相伴的丈夫突然抛弃了她。因为心中郁闷，所以她看什么都很愤怒。第2天，食堂照常营业，店里还是只有正子和托米。正子这时说到自己来芬兰的原因，因为照顾了20年重病的父母，
在他们相继离去后，正子觉得卸下了心中的负担，所以想到去旅行。他曾在电视上看到芬兰人组织了很多奇怪且有趣的比赛，所以来了。新疆和小绿听后都在感慨，为什么这里的人看起来都那么悠闲呢？坐在一旁的托米说道，因为这里有森林。正子听后动身前往了森林。他本是在森林里摘了很多蘑菇，却在听到风吹来时，树叶被惊动发出了沙响声迷住了。此时的食堂的客人已经多了不少，新疆正在做着炸猪扒，每个客人吃到食物的一刻，看起来都是如此的满足。正子也在这时回到店里，可他摘的蘑菇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遗失了。他坐下点了一份饭团，周围的客人都投向了怪异的眼光，正子却毫不在意，大口的吃了下去。他也开始在店里帮忙了。那个失忆的芬兰女人在这天下午再次来到了店里，她不再为了丈夫悲伤，反倒想要报复。于是她询问是否有诅咒术，新疆随便说了一个，却不想女人真的照做了。在女人施咒的时候，她的丈夫似乎真的受到了惩罚。四人在这之后变成了好友，坐在一起享受悠闲时光。只是当他们回到店里时，却发现店里进了小偷。他是那个教新疆冲咖啡的男人，也是曾经这家店的店主。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咖啡机，于是悄悄地拿了过来，却不想被抓了个正着。新疆没有责怪他，反而给大家做了饭团。在吃下了饭团后，男人拿着自己的咖啡机走出了食堂，并给新疆送去了许多昂贵的咖啡豆。美好和悠闲，友情和温暖充斥了食堂。正子的行李被找到了，他想着好像是时候回去了。可当他打开行李箱，看到里面装满自己遗失的蘑菇后，他明白了，自己想留下。当他走到河边，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核实自己行李是否有错时，一个男人出现，将手中的猫交给了正子。正子有了留下的理由。他回到店里对大家说，因为要照顾猫咪，他不能回日本了。正子继续留在了食堂，食堂也在这一天客满。看着熙熙攘攘的食堂，忙碌的店员和轻松的食客，新疆露出了笑容。一茶一饭，清淡平和。食堂又在这天早上开业了，留下一句欢迎光临后，影片结束。或许在海鸥食堂里发生了太多美好却又不真实的事情，在这个纷扰的世界，又有谁不眷恋那一丝的平静与悠闲？只愿我们都能找到心中的那间食堂，做着想做的事，偶尔偷懒，却一直都在路上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